哈兰德等了整整4年，终于站上世界杯舞台，结果距离4强只差1步的时候，但比起比分，这场比赛真正让球迷记住的，却是哈兰德那张越来越绝望的脸。最令人难受的，从来不是射失单刀和点球，而是你已经跑出最好的位置，却始终等不到那颗应该传过来的球。2026年世界杯8强战，英格兰经过加时苦战，最终2-1逆转淘汰挪威。第36分钟，挪威率先打破僵局，21号谢尔德鲁普左路拿球，所有人都以为他准备传中，结果这角球直接划出一道夸张弧线，越过门将飞进远角，神仙球，挪威1-0领先。上半场补时第2分钟，贝林厄姆禁区内接球，连续晃开防守，冷静推射破门，英格兰扳平比分。下半场第55分钟，挪威原本再次取得领先，赫根把球送进球门，全队已经开始疯狂庆祝，但 VAR 突然介入，回放显示哈兰德抢点之前推倒了艾略特·安德森，犯规在先，进球取消，比分重新回到1-1。加时赛第93分钟，英格兰禁区内形成混战，贝林厄姆第一时间出现在最危险的位置，补射破门，完成梅开2度。英格兰2-1逆转，成功晋级世界杯4强。但比起比分，比起贝林厄姆的英雄时刻，这一场比赛真正让球迷记住的，却是哈兰德那张越来越绝望的脸。老规矩，体坛硬核拆解每日更新，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订阅开铃铛。因为这场比赛对哈兰德来说真的太重要了。赛前接受采访时，他甚至表示这场比赛的重要程度超过欧冠决赛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夸张，但只有哈兰德自己知道他到底等了多久。2022年卡达世界杯，当所有英超队友纷纷前往世界杯时，德布劳内去了比利时，福登去了英格兰，阿尔瓦雷斯最后甚至成为世界冠军，只有哈兰德默默留在曼城训练基地，透过电视观看世界杯。那段时间，全世界都在享受世界杯的狂欢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练，因为挪威没有晋级，世界上最恐怖的中锋之一，甚至连世界杯资格都没有。这件事一直都是哈兰德最大的遗憾，所以这一次他比任何人都渴望成功。小组赛连续进球，淘汰赛双响送走巴西，4场7球，带领挪威闯进世界杯8强。整个足球世界都在讨论，这会不会是属于哈兰德的封神之路？但英格兰显然早有准备。图赫尔今天的战术非常简单，只做一件事，让哈兰德消失，而负责长在哈兰德身上的人，正是曼城队友约翰斯通斯。两人在俱乐部天天对抗，哈兰德喜欢怎么背身拿球，转身前会先做什么假动作，冲刺时喜欢从哪个方向切入，斯通斯全部知道。而在他身后还有马克盖伊随时补位，斯通斯负责贴身缠斗，盖伊负责身后协防，一个往前顶，一个往后堵，形成双人联防。只要哈兰德回撤，斯通斯第一时间就贴上去，只要准备冲身后，盖伊立刻补位。整场比赛哈兰德几乎一直活在两人的包夹之中，踢了106分钟，仅仅只有2次射门，唯一1次头球攻门，也没有形成太大威胁，连续14场国家队进球纪录到此终结。但真正让哈兰德破防的，其实还不是英格兰的防守，而是自己人。上半场第44分钟，挪威打出一次教科书般的快速反击，索尔洛特中路持球推进，哈兰德从左路高速插上，身边完全没有防守球员，甚至已经提前举手要球。这不是半单刀，而是几乎100%的机会，只要一脚横传，哈兰德就能直接面对门将。结果索尔洛特看了一眼，继续自己带，调整，再调整，再调整，最后选择自己射门，直接被后卫封堵，整个球场瞬间安静。镜头立刻给到哈兰德，这个画面也让不少球迷想起了2022年世界杯决赛最后时刻，当时科洛穆阿尼获得足以决定冠军归属的单刀机会，姆巴佩也从左侧高速跟进，但穆阿尼选择自己射门，最后被马丁内斯用腿挡出。那一球到底应不应该传给姆巴佩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争论。同样是世界杯淘汰赛，同样是巨星已经跑出空位，同样是队友选择自己完成进攻，只是上一个站在空位等待的人叫姆巴佩，这一次轮到了哈兰德，他站在原地，双手摊开，满脸都是不可思议。而这一次不传，其实直接改变了整场比赛，因为如果这球进了，比分就是2-0。世界杯淘汰赛2-0和1-1完全是两个世界，英格兰必须全线压上，而哈兰德最喜欢的反击空间也将彻底打开。但足球没有如果，几分钟后，贝林厄姆直接完成扳平。这就是淘汰赛，你不杀死比赛，比赛就会回头杀死你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居然还不是唯一一次。下半场，挪威再次获得反击机会，又是2打2，哈兰德再次跑出空位，结果索尔洛特还是不传，自己带，自己处理，最后直接把球送进门将怀里。全世界球迷都看懵了，
一次可以说没看到，2次还能说判断失误，连续3次，那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啦。最搞笑的是，索尔洛特穿的也是7号，同样的红色球衣，同样的7号，同样看到队友跑出绝佳位置，然后选择自己来。这一幕瞬间让无数球迷想起另一位著名的红衣7号，难道这就是某种神秘传承吗？而此时的哈兰德心态已经开始出现变化，他开始频繁回撤，开始主动到边路接球，甚至开始参与组织，因为他发现如果继续待在禁区，可能整场比赛都碰不到几次球。但这恰恰掉进了英格兰的陷阱，因为哈兰德离球门越远，威胁就越小。而第55分钟，挪威原本再次取得领先，结果 VR 又把进球取消。那一刻，哈兰德彻底沉默了。前面队友不传，现在好不容易参与一次进球，又因为自己的犯规被取消，命运庞福一直在和他作对。而另一边，英格兰则逐渐找回节奏。对于英格兰来说，这场比赛同样意义重大，因为过去20多年，英格兰一直有一个标签：大赛软脚虾。黄金一代时期有贝克汉、杰拉德、兰帕德、鲁尼，结果世界杯最好成绩也只是8强。2022年，他们又倒在法国脚下，所以这支英格兰其实比任何人都害怕再次止步8强。而贝林厄姆正在帮助英格兰摆脱这种宿命。加时赛第93分钟，禁区内一片混乱，贝林厄姆第一时间出现在最危险的位置，补射破门，2-1，完成梅开2度，整座球场瞬间沸腾。而另一边，哈兰德低着头站在原地，因为他知道世界杯梦想可能真的要结束了。此后，他依然没有放弃，依旧拼命前插，依旧努力冲刺。但足球终究不是童话。加时赛后半段，哈兰德被提前换下，镜头到他时，所有人都能看出来，他的道心已经碎了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抱怨，只有无奈，因为他真的已经拼尽全力，7粒进球，横走巴西，带领挪威造历史，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把球队带进8强。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，可最后依然倒在了4强门口。足球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你明明已经足够伟大，却依旧无法改变结局。索尔洛特赛后被挪威球迷爆破，很多球迷直接冲到索尔洛特的 Instagram 和 X 下面留言，哈兰德举手举到手都酸了。哈兰德已经不是控卫了，哈兰德都快跑进停车场了。把球传给哈兰德啊，你毁掉了挪威最好的机会。不少足球账号已经开始做2创，关闭队友提示的索尔洛特，赛前只预测到哈兰德进球会别称爆火表情包，完全没料到没进球也会爆火。很多年后，球迷或许会记得，这是贝林厄姆封神的一页，也会记得英格兰再次闯进世界杯4强，但更多人可能永远忘不了第44分钟那个画面。哈兰德一路冲向空位，高高举起右手，前面是一大片草地，身后没有任何防守球员，他甚至已经准备好庆祝，结果那脚传球始终没有出现。足球世界里最令人难受的，从来不是射失单刀，而是你已经跑出了最好的位置，却始终等不到那颗应该传过来的球。哈兰德可以等4年，可你永远等不到装睡的人。你有被背刺过的经历吗？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，你能做到不背刺朋友吗？评论区聊聊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也别忘记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